你是我武断也好，定界也罢，我告诉你，还是那句话，这孩子不能留。到门口守着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是。把这药喝了，我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我说过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？你这么说，无非是想保住这个孩子，我怎么能相信？不管你信不信，你可以不认这个孩子，我不能。不能也得能，这事儿由不得你。你杀了我吧，这药我绝对不会喝的。你喝不喝？不喝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喝不喝？不喝。不够辩！条来生未知的旅程，掌纹刻满前程，凌乱的伤痕，欢笑的背后是残忍。镜子的两端，爱与恨，时光耗尽了缘分，只想关上心门。也许是天意作弄人，我们都逃不开聚散离分。为爱憔悴了灵魂，依然认真。哥哥，你手流血了。哥哥，不要啊！哥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放心吧，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不会想不开。
额娘说的没错，我绝不能听天由命，应该想办法改变事实。景轩，你又想对我怎么样？美丽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孩子跟我决裂吗？你只想让我证明我爱，那你呢？如果你是真的爱我的话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信任我，还逼着我杀死我们自己的孩子？美丽，只要我们真心相爱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。没有信任的爱，那算是真爱吗？景轩哥哥，难道你真的要我以死明志，你才肯相信我的清白吗？我相信你。美丽，美丽，美丽，景轩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景轩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你为什么做梦都是美丽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王爷，我是不是真的误会了美丽？小翠，王爷吉祥，美丽在房里吗？格格她她怎么了？奴婢一早去伺候，发现格格不在房里。不在房里，那在哪儿？啊？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有孕在身，怎么可以一个人独自外出？万一出了什么事，那怎么办？多谢关心，我只是去庙里上香，我先走了。小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没事吧？晚宴吉祥。我是去上香，没想到碰到永和了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凡事要懂得避嫌。如果你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有所防范的话，误会自然就不会发生。如果你愿意真心信任我，我们之间又怎么会有误会呢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信任你？难道不是吗？美离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，就算我对你有所怀疑，我对你的爱都是真真切切的，丝毫不减。以后我不会再逼你，但你必须得考虑清楚，小孩和我之间，你只能选一个。金轩哥哥，你一定要我以死明志，你才肯相信我的清白吗？来杯茶。你总是喝得醉醺醺的，你就不能少喝点吗？妇人之见呐，你以为两江总督的职位能从天上掉下来吗？这个图哈为了跟我争夺这个职位，除了有宁王爷给他撑腰之外，他还每天都拉着大臣出去应酬，我能不加把劲儿吗？说起来就气人，人家的亲戚都可卖力气了，咱家的女婿倒好，不肯帮一点忙。哼，我才不指望他帮我呢。别说你不敢指望他，现在连素莹都快对他绝望了。他对素莹怎么了？对素莹可冷淡了，就算偶尔到素莹房里过夜，也一点热情都没有。现在那个美离怀了身孕，恐怕将来庆王爷再也不会踏进素莹的房门了。不好啊，那可不好啊。美离要是生了个儿子，而咱家素莹再怀不上个孩子，那咱家素莹在庆王府的地位可就不保了。所以我才心急呀。
我们得想出办法，在素英没生出孩子之前，绝不能让这个美离顺利生产。以后我不会再逼你，但你必须得考虑清楚，小孩和我之间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格格，您真的要为了这个孩子，跟王爷彻底闹僵吗？我还能怎么选择？可是格格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孩子没了，可以再生，可这王爷的心没了，就真的再也挽回不了了。这个道理我明白。可是如果我真的不要这个孩子，就等于承认他真的是永鹤的。到时候，我一辈子都无法洗刷清白。我和王爷之间也会一直有心结。进来。怎么，想通了吗？我来求王爷成全。既然你容不下这个孩子，那就让我承受所有的屈辱，请王爷休了我吧。休想！我宁愿忍受屈辱，也绝不允许你离开庆王府半步。我会让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让你生！格格，王爷收下休书了吗？
他把休书撕了，答应让我生下这个孩子。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他做这个决定，心里有多苦，多绝望。格格，您的心又何尝不痛呢？他因为舍不得我，却又甘愿受这样的屈辱，光他这份心意，就足以让我用生命来保护他的孩子。格格，你也太受委屈了。我不委屈，我只怕将来会委屈了这个孩子。阿玛，永贺，哎来，咱们喝一杯。阿玛，我敬你。啊，哎呀，你们父子俩别光喝酒，来尝尝我炒的菜。来，永贺，谢谢额娘。乖。桑珠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了，多吃一点。哎呀，这个亲家翁啊，和敬贵妃娘娘对我不薄，等事成之后，我得好好的酬谢才行啊。阿玛都是自家人，您就谢敬贵妃就是了。那怎么行？多亏了亲家翁，我这心里啊一直过意不去呢。额娘，你放心，我会亲自到宁王府道谢的。该感谢的都一一感谢了。有些亲戚能不来往就不要再来往了。对了，美丽格格怀孕的事，你就当做不知道，不能去啊。额娘，我不会去的。乖。这亲戚归亲戚，如果因为一点小事就不相往来，这不显得我们小家子气了吗？阿玛，来。永贺说的不错，做大事的人呐，就应该气度宽宏。桑珠，明天我就陪你到亲王府去道喜。阿玛，我再敬您一杯。好，好，好，来。孙儿认为，这个扎木朗不仅熟悉江南的风土民情，在筹备军粮上也是经验丰富，足可堪为这两江总督之职。不过，这次宁王爷与霍王爷等联名上奏，求见图哈出任，确实让孙儿感到相当为难。这件事的确是棘手，如果处理不当，恐怕会有后患。是啊，孙儿也有此顾虑。立后之事，虽然我尚未决定，那也难免让宁王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未受重视。如果这次再执意任用扎木朗，势必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啊。我也担心这一点，不过亲王的面子要顾，我们也要严防他们另有所图，对朝廷造成威胁。皇祖母提醒的是，这宁王等人联名上奏请愿，确实让孙儿是颇感压力。他们的用心才值得深思。据我所知，宁王爷和霍王爷平时不相往来，现在忽然来往甚密，而且接连上奏，你要多多了解才是啊。表哥，你还真是有福之人，表嫂刚进门不久就怀孕了，真是值得庆贺。是啊，我当然是有福气了，要不然怎么娶到如此娇妻呢？
王爷与侧福晋如此恩爱，实在令人羡慕。你也不错，你也是有福之人，能娶到桑珠这般温柔体贴的娇妻，真是羡煞旁人呐。你要懂得惜福啊。桑珠、永和，你们两个可要加把劲儿啊！你额娘还等着抱孙子呢。那我可得多亲近表嫂了，这样才能沾着福气啊。美丽，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会儿吧。额娘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回房去了。去吧。表哥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又有什么事找我帮忙？关于两江总督的事，你别说了，这件事我谁的忙都不帮。表哥，小柱，我们只是来道贺的，就别谈公事了。格格，格格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格格，我真想不明白，王爷不是不愿意你跟永和大人见面的吗？今天又让你去见他，你以为他好受吗？他不止折磨我，他也折磨他自己。可是，他这是在报复谁呢？也许他有心让我难受，相反，我不觉得他是在报复我，反而觉得他是为了保护我。可是，这我就更不明白了。如果王爷想要保护你，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如果他不表现得我们恩爱如常，我在亲王府还要怎么待下去啊？哦，那看来王爷还是真心爱着格格，所以我更要保护好这个孩子。将来有一天，他一定会明白我的心的。爱妃啊，倘若你想过河，是既无桥，又恰巧无船经过，你该如何是好啊？那臣妾就游水过去。倘若你不懂水性呢？那只能等有船经过，再无一程了。好，懂得等待，总有到达对岸的机会。倘若性急过河，反而凶险，也许永远无法抵达彼岸了。娘娘，奴才刚听说美离那个贱人竟然怀孕了。怀孕了？怎么什么好事都让这个贱人占尽了？真是苍天无眼呐！如果她真的生下儿子，肯定母凭子贵，这素莹小姐的地位可就危险了。母凭子贵，这倒是个没有凶险的好机会啊！娘娘的意思是，今天皇上好像在暗示我，让我千万不要着急，只有耐心等待，才能最后丰厚。如果我能早生下龙子，
是不是就能顺利封后呢？没错，以皇上对娘娘的宠爱，就算封后受阻，也能先求册封太子呀。小顺子，明天你就安排太医进宫，让他替我好好想想，怎么才能早日生下龙子。太好了，美离要做额娘了，都怀孕了，还跟静轩闹别扭啊？没有啊，静轩知道我怀孕了，高兴都来不及，怎么会跟我闹别扭呢？就是嘛，快做阿玛了，当然要高兴了。就你一个人，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。可能是第一次怀孕，有点紧张吧。第一次怀孕的人都是这个样子，心里又是欢喜又是紧张，心情可复杂了。可是孕妇的心情最影响胎儿，你要多笑笑。你也不想将来生个愁眉苦脸的小子吧？老祖宗说的是，以后我会尽量让自己心情愉快的。刚怀孕的最初3个月，要定期去看太医，检验胎儿的稳定。走路啊，也要慢慢的走，稳稳的走，才确保安全啊。再过几个月，太福晋就要添孙子了，心里应该可高兴了吧？可不是，我盼孙子都盼得心焦。太福晋真是一语道尽天下做父母的心声。这美离要是能给我添一个孙子，我可就太高兴了。素莹啊，你也得赶紧加把劲儿，替太福晋再添金孙才行。啊，素莹要是能生个男孩，那我就更高兴了。素莹一定不会让额娘失望的。哎呦，美离呀，告诉你多少次了，怀孕的时候不能随便走动的。美离知错，以后不会再让您担心了。你要不想让额娘担心呢，最近就在府里头，不要随便进宫，好不好？美离知道了，再也不让额娘担心了。小翠，你去厨房给你主子炖燕窝去。是。娘娘，这喜鹊叫得越响亮，这好事儿就来得越快。娘娘您每天听着喜鹊的叫声，这心情肯定会大好的。你还真是有心呢。谢娘娘夸奖。替娘娘用药。这药可苦了，吃了这么多天，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良药苦口，娘娘放心，这太医院的秘方肯定会有用的。娘娘会不会有喜了？快传太医！这。美离原本就紧紧抓着亲王爷的心，绝不能再让太福晋的心倒向他。额娘，那你和阿玛有没有想出什么应对之策啊？我和你阿玛的想法一样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都得让美离保不住这个孩子。可是，他现在人在府中，恐怕很难下手。太福晋不是也担心美离有所闪失吗？既然意外随时可以发生，难道待在府里就一定安全吗？小姐，你看，这瓶爆花油有玫瑰花的香气，擦在头上味道可好闻了。
的爆花油就这么摔碎了，还真可惜。行了，别抱怨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免得有人从这经过摔一跤，那就麻烦了。别人摔倒了倒是还不怕，要是待会儿侧福晋回房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，我的责任才大呢。喜儿，你把碎片收拾干净就行了，其他的爆花油先别管了。是。原来是有你反胃，并非怀孕，害得我空欢喜一场。娘娘息怒啊，有损玉体的。我能不生气吗？喝了这么多的苦药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娘娘，太医说了，这种事儿不能心急，得花时间慢慢调理的。为什么美丽就能轻轻松松的怀孕，而我却要受这么多的苦？这不公平，这太不公平了！好大的雨呀！万幸，侧福晋脉象正常，胎儿无恙，请太福晋和王爷安心。没事就好，有劳太医了。哎，岂敢岂敢，小的告辞了。你说说，走个路都不小心，摔坏了怎么办呢？太福晋，不是侧福晋不小心，是因为下雨天路滑，所以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以后我会注意的。妹妹，经过这次事情，再遇到下雨天，你就待在房里，别出去乱走乱动了，以免再发生意外。姐姐说的是，我会记住的。既无大碍，那咱们就别打扰美丽休息了。好好歇着吧，啊，格格，明明是有人在地上故意泼油害你摔跤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呢？我怀疑这件事是静轩所为，我怎么敢说呀？格格，您真的觉得是王爷做的吗？他如果有心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？小姐，刚才侧福晋的反应实在有违常理。他会不会也有怀疑，故意当着您的面不说，私下里再跟王爷告状啊？这一点倒是不得不防。小姐，要是王爷真的追查下来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喜儿，你要记住，不管谁问起这件事情来，你一定要沉得住气，千万不能让自己先心虚。只要别人抓不到真凭实据，谁也赖不到我们头上。王爷吉祥，贝勒爷吉祥。程毅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你才刚刚有喜，我这当哥哥的就不能来看看你啊？啊？谢谢程毅哥哥。美丽啊，听说前几天你不小心摔倒了，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吧？
我没事了。季轩，这可是你和美离的第一个孩子，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陪人家，免得再出什么意外。真要有什么意外，只要美离平安就好。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胎儿就不重要吗？我跟美离还年轻，怀孕机会多的是。可是美离只有一个，她当然比胎儿重要了。美离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在成毅哥哥面前别这样，免得成毅哥哥笑话。为什么？成毅他又不是外人，他怎么会笑话咱们？美离，季轩说的对啊，你们越是恩爱，我看着就越高兴，啊？桑珠，你怎么把佛像放在房里了？这个送子观音和麒麟本来就是用来求子的，应该放在房里才能求得子嗣啊。可是据我所知，这个佛像放在房里是很不敬的。还有，这个麒麟头要朝向外面，并且放在大厅里才能显灵。是吗？你请这些佛像的时候啊，应该先问清楚他们的摆放方式，否则很容易适得其反的。我只顾着买，都忘了问了吗？求子之事本来就应该顺其自然，怎么能借助神佛之力呢？人家美离都已经身怀6甲，我也希望能替你生个儿子。怎么，你不希望我们有孩子啊？我当然不是，我当然希望我们有孩子，而且越多越好。桑珠，如果孩子一多的话，我就不能全心全意地照顾你了。人参鸡汤，趁热喝了吧。额娘辛苦了。辛苦算什么？只要你呀能为我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子，那我才高兴呢。那我喝了，快喝吧。怎么了，哥哥？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肚子突然好疼。好好的，怎么肚子疼呢？快去传太医，快！怎么样？扶他到床上去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侧福晋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太医已经经过详细的检查，是因为食物不洁导致轻微的脚长沙，幸亏救治的及时，如今已无大碍。今日的膳食是谁安排的？是小翠儿亲自下厨准备的。畜生！王爷恕罪，奴婢求王爷，奴婢一时疏忽，求王爷恕罪。亏你还伺候了这么多年，这食物的新鲜与否你分不清楚，简直是个废物！奴婢该死，奴婢确实该死。好在你主子命大，不然你都死了1万回了。全寿，你身为总管，这府里的食物安全全由你负责。
今后再出错，唯你是问。奴才知错了，今后一定严格监督府内饮食。小翠，是。从今天开始，端给侧福晋的食物，你要尝过验过，再端给他，知道吗？是。小翠，因为我的事情让你挨打了，对不起，这确实是我的错，王爷打我是应该的。那你也是无心之过，他怎么可以大发雷霆，把气全部撒在你身上呢？不是的，格格，你可千万别误会了王爷。其实小翠心里明白，王爷只是借着教训小翠去警告府里的人，他让我们一定要好好伺候格格，绝对不能再出任何的差错了。这对格格来说是一件好事啊！我觉得我被打得一点都不冤。小翠，你就不要安慰我了。这个孩子能不能保得住，他一点都不会关心的。格格，王爷关心的不是孩子，是您自个儿啊！我看得出来，王爷哪怕受再大的气，他都不会舍得让格格受任何的伤害。格格，其实王爷真的很爱你。跤也摔了，法也做了，就算得了脚长沙，他还是安然无恙，真是祸害1000年。也许美离命中注定就有子，所以我们使什么办法都不管用。人可以知命，不可以信命，我就不信毁不掉他肚子里的胎儿。额娘，静轩为了美离吃了不洁之物就大发雷霆，一旦胎儿有事，他就更不会善罢甘休。依我看啊，如果没有万全之策，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。这个道理额娘当然明白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想出办法，让美离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失去这个孩子。这翊坤宫里的喜事，好像都被喜鹊叫进了庆王府。想到这些，我就觉得没有天理。娘娘，奴才这就叫人把鸟笼全撤了。多此一举。就算你现在把所有的鸟笼都砸光了，美离的孩子就生不出来了。娘娘何必为这种小事情烦心呢？娘娘洪福齐天，当然能如愿产下龙子了。我不是为了自己心里难受，我是为你叫屈呀。美离是否怀孕，和我有什么干系？娘娘怎么会为我叫屈呢？静轩不断地打击你，他不但没有遭到报应，反而喜事连连。难道你真的不觉得委屈啊？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我一定会让他得到报应。哼，如果报仇要等到10年，未免也太久了吧？现在就有个大好机会摆在你面前，如果你不好好珍惜，岂不可惜了？娘娘是不是想让我利用美离来报复庆王爷？你果然一点就通。静轩最疼的就是美离，美离一旦失去孩子，她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娘娘放心，永鹤立刻去办。本来想借此事试探一下他对美离是否还有依恋，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。看来男人变了心，真是可怕。娘娘，这也更表明了他对庆王爷确实是恨之入骨，对娘娘更是忠心耿耿。此举不但看出了永鹤对我的忠心，还借他之手
让美离和静轩的美梦成空，暂解我的心头之恨呐。太傅进，请用茶。放着吧。美离呀，自从你怀孕以后，这一直就不平安。明天啊，正逢初一，拿你一件贴身的衣服，我到庙里为你祈福，求一个平安。额娘您太有心了，那既然是为我祈福，不如我陪着额娘一起去吧。你身体欠佳，不要跑了。没关系的，我是诚心礼佛而去，菩萨自然会保佑我们的。那好，我明天和姑母去上香，你能一起去吗？我明天得当差，就不去了吧。改天我再陪你去。可是每逢初一，姑母都会带我去上香，已经成了习惯了。况且明天姑母还会带美离一起去祈福，想推都推不掉了。桑珠，既然已经约好了，你就去嘛。改天我再陪你去一次也无妨啊。好的。行好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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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一让。美离呀，慢着。大人，大人，给点钱吧，给点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，大人，还不走远点！不要难为他们。给点钱吧，行行好，是。大人，给点钱吧，给点钱吧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永鹤办事不力，请娘娘恕罪。这静轩对美离果然是关怀备至，就连上个香都派侍卫保护她的安全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娘娘，我原本已经暗中派人准备趁乱对付美离，可是当时的防守实在太过森严，根本没有机会下手。谁没想到静轩会防备得如此森严？这也不怪你。娘娘放心，下次永鹤绝对不会失手。既然静轩有所防范，我们也不宜打草惊蛇，以免对我们不利呀。娘娘，就让静轩多过几天好日子吧，我们总有办法能够对付他的。格格，我觉得王爷能派人这样保护你，这说明啊，王爷对格格还是很关心的。那格格是不是对王爷也应该表示一下？他为我着想，我当然心存感激。可是我没有办法给他想要的答案，我又怎么去面对他呢？可是格格，你也不能这样一直避之不见呐。皇祖母，如今噶尔丹大举入侵卡尔喀蒙古，卡尔喀蒙古已向我大清求援。皇祖母认为，我们可否套用套西阿拉善的模式处理？他们三个人的个性截然不同，派使调和，恐怕不易。孙儿认为，纵使不易，
也得一试。这噶尔丹是骁勇善战，有勇有谋。朝廷如果要去消灭他，势必付出比较大的代价。反之，如果我们以招安代替征战，对朝廷应该是最为有利的。能够避免战乱是上上之策，黎民百姓也可免受战乱之苦啊。既然皇祖母也认为这个办法最为妥当，孙儿即刻派人去出使招安，以免战事扩大。玄烨，也许这是天赐良机，刚好可以解决派官之难题呀。对呀，多谢皇祖母提醒。你要怎么安排？孙儿就以筹备军粮为由，任命扎木朗担任两江总督，同时我任命图哈为镇北大将军，派他去领军，协助尚书阿尔尼去招抚噶尔丹。皇上果然英明。野心勃勃，如今已夺下了大半个蒙古。我看他应该能与庆廷一战。哎，大哥说的对呀，不如我们去投靠他，顺便让他利用龙藏经蛊惑民心，增加胜算。他确实值得投靠，不过能否推翻清廷，我们还需要再做观望。大哥说的是啊。如果他又被清廷打败，我们就功亏一篑了。所以，在他实力未稳之前，我们只需助他对抗清廷。龙藏经的事儿，绝对不能提。看来皇上还是只看重庆王爷一人。尽管多位王爷替我阿玛争取，这两江总督的职位，最后还是落在了张木朗手上。你也不要太过气馁，丢了两江总督，换来了镇北大将军。也不算颜面尽失啊。娘娘说的固然没错，但是由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孰轻孰重。恐怕以我们目前的力量，真的难以撼动庆王爷。你未免也太抬举敬轩了。在皇上眼里，他只不过是比我们重要的棋子而已。娘娘何出此言？所有人都认为皇上看重敬轩是出于手足之情。其实我清楚地知道，皇上只是想让敬轩替他抓住高徒，找回龙藏经。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地找到，势必会取代敬轩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。娘娘所说的高徒，是不是杀死千王的鳌拜余党？没错，你可曾见过他？是，我跟他有过一次争斗，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否则就算我拼了性命，也不会让他逃走的。在敬轩没有抓到他之前，你都还有机会。娘娘放心，既然这是我们唯一反败为胜的机会，我一定会用尽所有的关系，搜出高徒的下落。哎呀，阿玛，恭喜你，这次能够顺利登上高位。这个位置确实来之不易呀。阿玛的辛苦，女儿了然于心。这次皇上能够委以重任，这代表阿玛这么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。你能了解阿玛的心，阿玛就足以安慰了。女儿不孝，都这么大了，还得事事让阿玛操心。哎，你是阿玛的心肝宝贝，阿玛怎么能不事事为你操心呢？这次皇上能委以重任，
代表皇上越来越看重我了，你的地位也就越来越有保障了。啊，阿玛。皇上，臣接到线报，高图和裘表两人已投效噶尔丹。这个噶尔丹本来就狼子野心，倘若龙藏经再落于他手，他们肯定会利用此经大做文章，势必会影响我军士气，更有可能造成我军心大乱。皇上，我觉得你也不用太过担心。以臣推测，除非高图已确定噶尔丹风雨已满，有足够的实力对抗朝廷，在此之前，他是不会交出龙藏经的。你说的有道理。这个高图一向行事谨慎，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他一定不敢轻举妄动。这样，景轩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朕希望你能跟图哈赶赴噶尔丹，名为是代朕监军，暗中是缉拿高图归案。敬轩定当效命。你得切记，此行以招安为主。无论噶尔丹如何挑衅，没有朕的旨意，切不可轻易出兵。遵旨。皇上为了安抚宁王爷等人，封我为镇北大将军，我已经够窝囊的了。如今又派庆王爷监军，让我听命于他，我岂能服气呀？哼！阿玛稍安勿躁，或许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啊！你可想出更好的主意？今天敬贵妃娘娘告诉我，皇上之所以重用庆王爷，是希望他能够从高图手上把龙藏经给抢过来。我原本想的是，只要能够比庆王爷早一步得到龙藏经即可。但是现在看来，或许跟他一起出征，反而更容易要他的命。你想利用战场的机会，让他死得不明不白？在朝廷上不能动他，难道在战场上还不能够与他一斗吗？听说你很快就要出征了。是啊，很快就要走了。祝你旗开得胜，早日凯旋归来。如果你能像以前一样率性直爽，我就不会担心有人欺负你。现在，我反而放心不下。你安心出征吧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。你真的希望我安心出征的话，在我出征之前，你最好给我个满意的答复。额娘，这行得通吗？当然行得通，我问的可清楚了。食物相克，只能看出中毒的迹象，却很难查出病因。额娘，要是美离因此丢了性命，静轩一定会追查到底，到时候难免不会发现端倪。你放心，杨梅子和肉只要分开吃都不会有事，而且这两种东西都很平常，绝对不会有人疑心的。你就放心吧。这倒也是，这府内用膳餐餐有肉，确实很平常。既然大家用的膳食都一样，就算王爷对你会有所疑心，也很难归咎于你。
皇上，臣父子并肩征战多年，领兵作战甚具默契。况且，臣有出使阿拉善的经验，对于草原部族的状况，臣较为了解。求皇上恩准，让臣以副将身份随同臣父同赴准格尔。朕明白你心意甚佳，全然出于至孝。可是，你身为骁骑营统领，自有职责，恐有不当吧？求皇上成全。此行既以招安为主，你又有出使阿拉善的经验，也确实能对敬轩有所帮助。好吧，朕就成全你的孝心，准你所奏。谢皇上恩典。妹妹，这个是我额娘让人从江南带来的杨梅子。我知道你有孕在身，肯定喜欢吃酸的，所以特地为你准备了一点带过来。谢谢姐姐。打开吧。你先尝尝，要是合你的口味，下回多带点给你。果然好吃啊！我从小啊就喜欢吃杨梅子，总是吃不腻。哎，你气色欠佳，是不是胃口不好啊？可能是最近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，所以有所影响吧。这怎么能行呢？你现在有胎儿，就算是为了胎儿的健康，你也要勉强自己，多吃点肉才行啊。我会记得。来，多吃点。你果然是心思缜密，精于应变，居然能想出以孝心感动皇上，准你随父一同出征。哼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，我们父子同心，一定能够借此机会，置庆王爷于死地。在战场上除掉敬轩，确实比在朝廷容易得多。可是，如果让他战死沙场，岂不也成就了他死后得以追封功名吗？不知娘娘有何高见呢？如果让他死得身败名裂，岂不大快人心？哥哥，该用膳了。怎么了？没胃口吗？没关系的，害喜呀都是这样的。大福晋说了，为了腹中的胎儿，你呀一定要吃点荤食。多吃点啊！王爷，王爷，太福晋，哥哥晕倒了，快传太医。是，快！
卑职想查看一下侧福晋的舌苔。王爷，侧福晋的确有中毒的迹象，不过庆幸的是，脉象平稳，没有生命之忧。只有查出毒性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小翠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每道膳食都要亲自验过、查过才端上来。怎么侧福晋中毒了，你却没有？王爷，奴婢确实查过之后才端上来的。奴婢真的不知道侧福晋怎么会中毒。那么，你尝过了之后，有没有经他人之手？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侧福晋怎么中毒了？王爷息怒，卑职想查看一下侧福晋的晚膳，或许能找出原因。王爷，这膳食之中确实没有毒性。卑职想试用其他方式为侧福晋解毒，如若奏效，无需担心。至于所中何毒，再慢慢研究。有劳太医了。查！给我彻查！如果让我查出是谁，我绝不轻饶。